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医生，我耳朵发痒，怎么会是糖尿病呢？你是不是误诊了？王大爷今年65岁了，最近一段时间他经常感觉到耳朵里面发痒。刚开始的时候，王大爷以为是耳朵发炎了，所以他就去药店买了滴耳液。王大爷用了4天的滴耳液以后，耳朵发痒的症状并没有减轻，无奈之下，王大爷就去医院就诊。到了医院以后，王大爷问了导医护士以后，就挂了耳鼻喉科的号。门诊医生在了解王大爷的情况以后，就给他做了耳镜检查，结果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随后，门诊医生仔细了解了王大爷的情况，就给他开了空腹血糖、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查。检查结果出来以后显示，血糖 8.9 毫摩尔每升，糖化血红蛋白 8.3%， 初步考虑为糖尿病。王大爷得知了自己的情况后，他一时无法接受，所以就说出了文章开头的那句话。门诊医生听到王大爷提出的疑问后，就解释道，根据您目前的检查结果，基本可以诊断为糖尿病了，误诊的可能性是比较小。其实耳朵里面发痒不一定就是耳部的疾病，也有可能是这5种疾病在作祟。耳朵里面经常发痒，可能是这5种疾病在作祟。外耳道炎。很多人可能看到外耳道炎就感觉到疑惑，我耳朵里面痒，怎么就扯到外耳道炎呢？其实能提出这个疑问的人，说明他对外耳道不了解。外耳道是从耳朵进口到鼓膜处的管道，如果它被感染了，那也是可以引起耳朵里面发痒的症状。外耳道炎属于一种感染性的疾病，这类患者多存在免疫系统下降、外界环境改变或者是刺激的诱因，比如挖耳朵、耳道积水、熬夜、过度劳累等。对于外耳道炎患者来说，他们可能会出现耳内疼痛、耳道肿胀、耳朵流液、耳鸣甚至听力下降等的症状。随着病情的加重，他们可能吃饭说话都会感觉到耳痛加重。外耳道湿疹。湿疹属于一种变态反应性疾病，目前它的病因以及发病的机制还不明确。不少朋友认为湿疹就是过敏，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。实质上，过敏只是湿疹的一个重要病因，也就是说，过敏可以引起湿疹，但是湿疹却不一定就是过敏所引起的。湿疹的病因除了过敏以外，别的还包括精神因素、内分泌因素、感染性因素、遗传因素等。对于外耳道湿疹患者来说，他们可能因为疾病的严重程度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症状。如果是急性外耳道湿疹，那患者可能就会出现剧烈的瘙痒、耳朵里烧灼感、耳朵流液。如果是慢性的外耳道湿疹，患者可有明显的外耳道发痒、增厚、色素沉着等的症状。虽然说外耳道湿疹患者会有明显的瘙痒感，但是并不建议抓挠，否则不仅可能会加重症状，而且还有可能会诱发局部的感染。对于这种情况，可以口服一些抗过敏的药物，具体的可以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来选择用药。糖尿病。可能大家不理解为何糖尿病患者会出现耳朵内发痒的症状。不少人被确诊为糖尿病以后就不重视，所以血糖控制得不好。如果血糖偏高，那就可能会刺激到神经末梢，所以可以引起局部的发痒。与此同时，糖尿病患者和正常人相比，他们的排汗相对来说是较少的，出汗减少可能会造成皮肤干燥的情况。另外，糖尿病患者的免疫力和正常人相比也是下降的，这样的话，他们就容易受到细菌、真菌的侵扰，从而发生局部的感染，所以也可引起耳朵内发痒的症状。所以，糖尿病患者一定要重视自己的疾病，把血糖控制达标。过敏性鼻炎。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会导致患者耳朵出现痒的情况，常常由于患者本身是过敏的体质，当出现过敏性鼻炎的情况之后，
患者的身体抵抗能力会下降得更加明显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患者特别容易出现合并症，比如过敏性结膜炎、过敏性外耳道炎、过敏性咽炎，患者耳朵里面可能会痒得很明显。5. 中耳炎，如果出现了耳朵内发痒的情况，而且还伴有耳痛、耳朵流液、耳内闷胀、耳鸣等症状，那就需要警惕中耳炎。中耳炎可分为多种的类型，比如急性中耳炎、慢性化脓性中耳炎、分泌性中耳炎等。大家不要小看中耳炎，如果它比较严重，而且也没有接受正规的治疗，那就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听力下降。另外，还有个别的患者因为引起头颅附近的感染而出现严重的并发症，比如脑肿胀、面神经麻痹、脑膜炎等。因此得了中耳炎一定要引起重视，积极的接受正规的治疗。2. 经常掏耳朵危害到底有多大，或诱发肿瘤？掏耳朵是个让人非常舒爽的动作，这是因为耳道内存在丰富的神经，在掏耳朵时会让耳道末端神经受到刺激，大脑会因此而分泌多巴胺，让人产生愉悦的感觉。且掏耳朵时，人还会产生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，该现象又被称为颅内高潮。在触觉、听觉感官受到刺激时，让颅内、头皮等的部位产生独特的刺激感，让人感觉到身心愉悦。虽说掏耳朵很爽，但也不建议长期频繁的掏，否则容易给身体带来这些风险。1. 损伤鼓膜，造成中耳炎或者是耳聋。耳道内的鼓膜厚度仅有 0.1 毫米，在掏耳朵时，如若力度过大或者是过于深入，很可能就会引起鼓膜穿孔，这样一来很容易让水分进入到耳朵内部，诱发中耳炎、耳聋发生。2. 耳屎越推越深，导致耳垢栓塞。经常掏耳朵可能会让耳朵内的耳垢被推得更深，时间长了容易诱发耳垢栓塞，会引起耳胀、眩晕、听力下降等的问题出现。3. 长期刺激耳道皮肤，诱发癌症。耳道皮肤长期受到刺激，容易引起外耳道乳头状瘤，没有及时进行干预，很容易演变成恶性肿瘤。即便是及时进行手术切除，也有一定的复发风险。此外，长期刺激外耳道还可能会诱发耳道感染，也会增加患癌的风险。当然了，并不是说生活中一定不能掏耳朵，而是要学会正确的掏耳方法。在掏耳朵之前，要注意清洁干净双手，而后用消毒棉签浸透温开水后挤干水分，放入外耳道内轻轻旋转即可。注意掏耳朵的频率，保持在1周左右1次即可，不能过于频繁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